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在 K8s 中自动安装 GPU 驱动和插件的一站式工具 NVIDIA GPU Operator。这一期来看看如何在 K8s 里使用虚拟化 GPU。GPU Operator 配置完成后，使用这样的声明就可以对 GPU 进行申请，然后就可以在 Pod 里看到对应的设备。但是根据 K8s Device Plugin 的设计，扩展资源必须是整数且无法超配，设备也不允许共享。所以在 GPU Operator 的默认配置下，是无法实现多个 Pod 共用一个 GPU 的。更不用说我要40%的算力和10GB 显存这种细粒度的切分，而这正是哈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使用效果。成功安装哈密后，这里还需要加上算力和显存的声明。创建成功，我们进入 Pod， 可以看到显存如预期被占用，因为 GPU burn 会尽量逼近显存上限，约90%。同时反复执行 NVIDIA SMI， 可以看到 GPU utilization 时常超过我们期望的值，比如有0、100、87、44这样的波动。这说明确实有被限制，但效果不够直观。我后来从普罗米修斯长期并且平均后的图像来看，算力限制的并不算很好。这一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探讨。我们再看看，如果在容器内申请超额显存是否符合预期？没有问题，限制生效。现在让我们快退到这里，在 GPU Operator 的默认配置下，一个 GPU 只能分配给一个 Pod， 也无法做资源超配。那么如果真的想实现共享，我们只能通过一种虚假上报的方式，比如配置 Time Slicing。此时节点上报的 GPU 数量就会被放大，例如像这样变成4倍。但是这时候没有任何算力限制，也没有显存隔离，完全取决于邻居的行为，很可能产生资源竞争的情况。另外还有 MPS， 这种方式允许多个进程共享 GPU， 但同样没有显存隔离。最后是 MIG， 它确实能实现固定资源切分，隔离性较好，但仅限于支持 MIG 的高端显卡，有一定的硬件门槛。所以我们常常在实际场景中需要做出权衡，灵活性、稳定性、隔离性往往不能兼得。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案，既能实现显卡的细粒度申请，比如我要一部分算力和显存，又能保障隔离性，同时对特定的虚拟化场景中损耗又处于可接受的范围？至此，哈密要解决的问题就变得很清晰了，即在原生场景实现对各种 NVIDIA GPU 算力与显存的细粒度切分与隔离，在不改动应用的前提下，覆盖更多的长尾需求。好，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哈密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最终实现的效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哈密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让我们再次将时间轴拉回，开启一条新的故事线。这次看看在 Pod 创建的过程中，哈密到底做了些什么。首先 ，Pod 创建的请求会来到 API Server， 但在这之前，哈密在安装的时候就已经创建了一个 Mutating Webhook。这个资源就像是给 API Server 打了个招呼，嘿，之后但凡有 Pod 创建的请求，先发我看看，我可能得加工加工。于是，一个请求就来到了哈密的 Webhook 入口。它的主要逻辑就是判断这个 Pod 是否请求了 GPU 资源，如果是，就告诉 API Server 帮我们把调度器改成哈密 Scheduler， 以便后续由哈密的调度器来接管。接着轮到哈密 Scheduler 出场了，不过它会针对 GPU 资源申请做更复杂、更灵活的处理，比如是否指定了卡型号如 A100、V100，或指定了 GPU UUID，再或者是否要求 NUMA 感知，确保所有 GPU 来自同一个 NUMA 节点，再或者是否考虑 NVLink Top， 优先选择彼此高速互联的 GPU 组合，再或者是否采用 Bin-Pack 调度，也就是尽可能先用满节点或 GPU， 还是采用 Spread 调度，将任务尽量均匀分布在不同节点或 GPU 上。这些调度特性都是由用户在 Pod 中的声明决定的。最终，哈密 Scheduler 会基于这些信息计算出最优的调度决策，即选出最合适的 Node 和对应的 GPU 资源。讲到这里，熟悉调度器原理的朋友可能会有2个疑问：第一，哈密 Scheduler 要实现全局调度，那它是怎么拿到整个集群中 GPU 使用信息的？前面那些调度特性也需要更丰富的底层数据知识才行。第二，调度器最终只决定了 Pod 该落在哪个节点，那具体分配到哪个 GPU 是怎么指定，又是如何生效的？为了搞清楚这2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引入2个关键机制，一个是 Device Plugin 组件，一个是基于 Annotation 的信息传递协议。哈密 Device Plugin 运行在每个 GPU 节点上，负责上报本节点的 GPU 信息，比如卡的 UID、型号、算力、显存等等。它把这些信息写在 Node Annotation 上，调度器看到这些 Annotation 就能获取到调度所需的基础元数据。然后，调度器在 Filter 阶段完成调度决策后，会把决策结果，比如 UID、分配的算力和显存等信息写入 Pod Annotation，这样就又有了已经决定好的资源分配情况。
搭配上前面节点的资源总量情况，这样全局调度的数据问题就被解决了。但是指定完了之后怎么生效的呢？调度完之后 ，Kubernetes 发现了一个需要在自己节点上运行的 pod，并且还申请了 GPU 资源，于是找到本地的 Hami Device Plugin， 说之前你和我说好，来了这种资源的 pod 需要你来协助我处理。于是 Hami Device Plugin 取到 pod annotation， 根据其中的资源清单为容器准备环境变量，指定 GPU UID， 最终信息会传递到 Container Runtime， 完成资源挂载。等容器启动后，就能在容器内看到预期的 GPU 资源了。但是这里省掉了一个细节。哈密还为 NVIDIA GPU 专门提供了一个资源限制器 Hami Core， 用来控制算力与限制显存。这部分我们在后面视频中展开讲解。最后总结一下，本期视频我们简述了哈密为什么会出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并粗略梳理了一下 GPU Pod 从创建到成功运行的全过程，包含哪些组件参与，数据如何流动，关键机制如何组织。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欢迎点赞、转发、收藏、关注。我们下期再见。